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原始世界。为了摆脱野蛮，我决定带领他们建立文明。你醒啦，丑石头。我这是在哪里？你是谁？我叫一枝花，丑石头。几分钟后，我终于弄清了自己的处境，原来这是穿越了，还回到了原始社会。等等，你为什么叫我丑石头？因为这就是你的名字啊。这名字太难听了，谁给我取的？该不会是作者那个老六吧？巫婆取的，部落里所有人名字都是巫婆取的。听他这么说，巫婆应该是部落里权力最大的人了。走吧，我们该去河边捉鱼了，不然晚上就要饿肚子了。很快，两人便来到河边，只见一枝花把手伸到水中，然后取出一个像螃蟹的东西，直接丢进嘴里。食物要先烤熟才能吃的。为什么要烤？部落里所有人都是这样吃的。你想一下，是不是会经常肚子痛，拉便便的时候还有小虫子？好像是的。所以以后不要吃生的食物了，我先去叉鱼了，你自己小心点。说完，我随手捡起地上的竹子，然后劈开分成带有尖刺的杆子。由于前世我有叉鱼的经验，因此很快便收获了几十只。而一枝花在旁边靠双手摸，许久才抓到一条小鱼。丑石头，你真厉害，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鱼。我以后不叫丑石头了，你叫我王伟吧。王伟是什么意思？你和巫婆说过了吗？还没有，以后会跟他说的。随后，我和一枝花提着鱼走回部落，一路上引起许多人羡慕的眼光，因为部落规定，谁收获的多，谁就能多分的食物。你们回来了，一枝花，今天抓了好多鱼呀。不是我抓的，都是王伟插的鱼。王伟是谁？巫婆你好，我是王伟。从今以后我不叫丑石头，部落里的其他人也不能叫我丑石头。巫婆没有理会我说的话，因为狩猎组的人回来了，他们不仅被其他部落的人打伤，就连猎物也被抢走。此时部落里的人也都叽叽喳喳讨论起来。安静，我们部落太弱小了，被抢走食物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家就不要再讨论了。那个部落有多少人？不知道，反正比我们多得多。那他们部落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有多远？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只知道他们住在山的那边，离我们很远很远。就在这时，洞外传来一阵嘈杂声，众人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只有我跟着巫婆走了出去。你就是部落的女首领，你们部落有人让我们的人领了盒饭，这事该怎么办？可是我们的人不也被打伤了吗？你们还抢走了我们的猎物。少废话，赶紧把你们的洞穴让出来，这事就算过去了，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你们是强盗。我们走，我们现在就走。快点，别浪费时间。穿越远古时代第二天，洞穴被抢走后，我趁此机会在众人心里建立威望。所有人带着东西出来，我们马上离开这里。不行不行，现在洞穴是我们的，里面的东西也是我们的，包括奥利给。不是吧？原来是要我们净身出户，真够狠的。我们可以拿几个木棍吗？这个男人长得真白净，只可惜太瘦了，要是再胖点的话可以，其他东西不许带。见所有人都离开后，我再次回到洞穴。你们的部落叫什么名字？怎么，你想报仇吗？我劝你赶紧走，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小子，以后记住，见了我们野犬部落的人要绕道，否则你知道的。原来他们叫野犬部落。见我们离开后，那个领头的一脚踢向地上的人。还是你小子脑瓜好使，这下直接白捡一个山洞。刚才那个男人似乎很聪明，恐怕会为以后带来麻烦。他要是敢回来，我就……另一边，我带着部落里的人走到山下，大家都为以后担忧起来。我们现在没了洞穴，指不定哪天就要被野兽吃掉了。就算没有野兽，我们也会饿死的。丑石头，你有什么办法吗？巫婆你好，以后请不要叫我丑石头。哼，丑石头，你改名字的事以后再说，只说现在该怎么办吧。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要能遮风避雨，还要防止野兽。理想的场所要有水源，食物也要多，同时还要有林木，方便我们砍柴生火，建立房屋。你说的轻巧，哪里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不找山洞吗？还有房屋是什么？房屋是用树木、石块、泥土垒砌起来的房子，比住在洞穴里好。大家要是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吧。3个小时后，我带着众人来到一处小河边，这里背靠森林，平坦空旷，还有一条小溪，真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听石头的安排，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建立好庇护所，不然晚上就容易遭遇野兽的袭击。还有，我不叫石头，大家以后都叫我王伟，只要大家跟着我，我保证人人有肉吃，人人都有房子住，并且还不会受到其他部落的欺负。我们是要建立叫房子的东西吗？对，就是房子。那我们该怎么做？随后我便做出了工作安排，男人一部分到森林收集木头，一部分出去打猎，女人采集野果，巫婆和小孩留在原地，而我去河边找到一些打火石准备生火。王伟，你拿着石头做什么？这是打火石，可以打出火来。什么？石头真的能打出火？为了验证石头确实能用来生火，我弄了一些木茸，然后开始撞击2个石块，可搞了半天也没出现一丝火星。如果生不出火，无疑会让大家对我失望。难道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望就会因为生火失败而消失吗？
为了让众人信服，我又试了10几次，终于点亮了慕容。一团明晃晃的火焰很快便燃烧起来。在那之后，部落里的男人见到我都会表现出一脸崇拜，而女人们则是露出观看珍稀动物的目光。穿越远古时代第3天，成功建立威望后，我开始带领部落发展。王，我们抓到3只兔子，今天有兔子吃了。今晚我们不吃兔子，把它们养起来，它们无非就是吃草，养着也不麻烦，以后它们会为部落生出更多的兔子。没有了，我们可以再去抓，养兔子很麻烦。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吃鱼，还有野果，这些兔子留着有大用处。我说过，一切听王的。见巫婆发话，众人便没有再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么着急要吃兔子，是因为兔血里面有盐分。到了晚上，我带着众人围在一起烤鱼，虽然他们烤得不好，要么不熟，要么就是烤焦了，可也比直接生吃要好得多。我们可以把石头磨成斧，这样就能砍树了。什么是斧？就像你们手中拿的长矛，只不过斧要更大、更锋利，用的木棍会更短，也更粗。说完，我便开始教他们如何打磨，以及把树皮抽丝再烤干搓成绳子，最后做出斧头。王，我可以挨着你睡吗？什么？你是说你要和我一起？2个人会比较暖和。王，我也想和你挨着。你们别闹了，这样王会受不了的。一枝花，以后你就和王一起睡吧。大家明天继续努力，争取把庇护所建好。今天就在野外凑合一下吧。第2天，我安排了捕鱼、收集木材和树藤的工作，打算在营地周围建立幕墙，用来抵御野兽的袭击。虽然不是很坚固，但抵挡一些野兽足够了。等以后条件好了，再修筑更坚固的围墙。围墙建好后，我们还要建立木屋，这样才能算是一个家。王，什么是木屋？木屋就是用木屋做的房子，上面有屋顶，刮风下雨都不用怕。见众人都一脸疑惑，我随手抓起泥土捏了一个小房子，以便于他们更好的理解。王，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这是鱼笼，可以用来捕鱼，比用手和鱼叉方便。这个东西真的能捉鱼吗？明天早上我带大家去河边安置鱼笼，等到中午或下午再去收。王，你收集那么多鱼泡做什么？为什么不拿来吃？这个除了能吃，还能制作胶水，以后你们会知道的。我知道，烤鱼比鱼好吃，所以鱼泡做成胶水后，肯定也会更好吃。胶水可以用来制作很多工具，不是用来吃的。屏幕面前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尝试哦。王，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东西？我的身体在这个部落，但我的灵魂来自另一个世界。看着众人不可置信的表情，我知道可能很难让他们理解。你是从天上来的吗？天上住的不是什么。我来自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生活很好，也很自由，但是也会生老病死，也要吃饭睡觉。我们那个世界的人可以在天上飞，还能日行千里，你们无法理解。日行千里是什么意思？你们看那边的山，走路需要多久？不知道，没去过那么远，也许要1天。在我们那个世界，像这么远的距离，只需要1个小时或者几十分钟。我的话刚说完，众人皆是一脸惊讶，显然他们不敢相信有人能走这么快。我知道了，你是天神，老巫婆对我说过，天上是住着天神的。对，我就是天神，是来解救你们的。王，天神，那我们以后都要听你的，对不对？我问你们，如果没有我，你们能在这荒野生存下去吗？穿越远古时代第4天，在巫婆的默认下，我成为了部落的领导核心。如果没有我，你们能制作出石斧、木墙吗？现在那些人抢占了山洞，你们想要报仇吗？王，天神，我们要报仇，只有你可以帮我们。王，我们什么时候去报仇？只有等我们的部落强大之后，才能打败他们，才能去报仇。现在不行吗？我们的部落还不够强大，还需要一点时间。王，说说你那个部落吧。我生活的地方不是部落，叫做国家，其实也算是一种比较大的部落。国家，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很多就会建立国家。哦，国家有多少人？这么说吧，比我们这个地方的树还要多。那么多人一天要吃多少兔子？不会被饿死吗？当然不会，我们的食物很多，不仅有肉，还有米面粮油，足够养活所有人。见众人听到的一知半解，我也不知该怎么说。巫婆也没有继续问下去。由于没有房屋，我便和部落成员们打起精神。果然到了深夜，有野兽被吸引过来，可是看到地上燃烧的火堆，他们也不敢轻易靠近，只是在附近转了一圈就离开了。看来这个地方选的不是很好，正好在野兽出没的路上。不过要是制作几个陷阱，应该容易抓到动物。第2天，我教会众人怎么制作鱼笼，然后带着大家把鱼笼安置在河水边，打算到了中午或傍晚再来取。你们在聊什么？我们在说鱼笼，河里的鱼怎么会那么笨？难道不会从里面游出来吗？我相信鱼没有那么聪明，你们先去工作，等到下午就知道能不能抓到鱼了。随后我便带着几个男人去收集石头，其他人则继续砍树。劳作1天后，大家兴奋地赶到河边。怎么样，有没有鱼？没有鱼。把鱼笼拿来给我看看。怎么会这样？这下可丢人丢大了，我该怎么对他们说呢？有的，有好多鱼。真的有鱼，真的有鱼。只见他们把鱼倒在地上，足足有5、6条，而且还都是大鱼。此时我吩咐他们将其他鱼笼也收上来，全部数了一下，总共有30多条。你们几个处理鱼的时候，把鱼肚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下次放进鱼笼里当做饵料，这样一定能引来更多的鱼。
晚上吃完烤鱼，我开始检查他们白天的工作，发现已经建好了2面幕墙。只要再建2面墙和1个门，营地就会变成安全的堡垒，到时候就不用怕周围的野兽了。王，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东西？因为我是天上来的，所以我知道那么多并不奇怪。只要大家听从我的安排，我保证以后会生活得更好。那我们以后还会不会饿肚子？只要我们共同努力，食物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那我们修好幕墙以后干什么？修好幕墙以后还要建造房子，还有各种工具，比如吃饭的碗和筷子。什么是碗和筷子？碗和筷子就是穿越远古时代第5天，我教会他们打磨石器、编制藤筐和草鞋，还用部落仅有的几张兽皮搭起一个小帐篷。今天你们2个人守夜，到了下半夜换成我和一枝花，女人和小孩进入帐篷，其他人睡干草。第2天太阳升起，营地旁边却出现许多快要嘎掉的动物。看来昨晚有野兽来过营地，因为害怕火堆不敢靠近，所以才让周围的食草动物遭了殃。此时在营地的不远处有一群狼在游荡，他们围在死去的动物旁边，迟迟不肯离去。这么多狼在外面守着不走，我们早晚会被饿死。你们害怕吗？如果我们没有柴生火，他们就会进来攻击我们，那我们还能活下来吗？所以我们要打败他们，只有打败他们才能走出营地。狼群太可怕了，我们要怎么打败他们？不用怕，接下来你们听我安排。随后我让所有人拿起长矛和石块砸向狼群，狼群顿时被吓得不轻，一头狼甚至一头撞晕在了树上。随后我带着几个人冲出营地，将长矛刺入那头狼的身体，只听一声凄厉的嚎叫声，吓得其他狼飞快离去。怎么样，狼群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吧？为什么他们不会攻击我们呢？他们是野兽，只要我们主动出击，他们只有逃跑的份。就在这时，一声声狼嚎传来，狼群从4面8方赶来，一点点靠近营地。大家别慌，大不了拼死一搏，反正我们连山洞也没有了，还有什么好怕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看到那头最大的狼了吗？他应该就是狼王，只要干掉狼王，狼群就会自动撤退。随着我发出命令，众人拿起长矛和石块朝狼群投去。此时狼王一跃而起，想要跨过幕墙，不料正好落在火堆上，顿时发出一声惨叫，便不再动弹。见狼王倒地，我立马带领众人冲出营地。大家不要怕，他们已经被吓破胆了。巫婆，你受伤了？没受伤，这是狼血。王，你没事吧？我没事，大家跟我去清理战场。几分钟后，众人把地上的动物带进营地，看着满地的食物，一个个脸上都露出兴奋的笑容。你们先把这些食物找个地方放起来，其他人跟我去砍树。我们必须在晚上到来之前把幕墙修好，还要再建一个木门。就在这时，我看到远处的山上出现一队商人，正好遇上刚才的狼群。本以为会是一场大战，没想到他们轻松打败狼群，便离开了那片区域。如果没有我们刚才的战斗，他们也能如此轻松打败狼群吗？到了晚上，最后一面幕墙也被建好，看着满地的食物，众人发起了愁。那些还活着的羊和鹿先不要嘎，还有那些狼和野猪，要把它们的毛皮留下，冬天可以制作衣服，把肉用石刀切成小块烤干，这样容易保存。随后众人便根据我的安排工作起来。此时巫婆向我走了过来。你对这些食物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我们建立好幕墙后，还要建立房子，之后再建陶窑，用陶缸把肉块储存起来。那可以先建立陶窑再建房子吗？不行，如果那样的话，万一下雨，食物就会坏掉。只有建好房子，把陶缸放在房子里，食物才不会因为潮湿而损坏。第2天，我把制作好的泥块打磨光滑，然后放在火堆旁边阴干。你们多做几个这样的模型，最好每人一个，过几天开始制砖。随后我又教他们如何分工，比如几个人挖泥，几个人取水。到了晚上，一枝花看见我，便主动过来给火堆添柴。这几天干活累不累？不累，只是部落越来越好了。那到明天你和巫婆去喂养兔子吧。你怎么还把我安排上了？我们都要干重活，所以把比较轻松的交给你。我是巫婆，巫婆是不用干活的。你是不是想当这个部落的首领？其实也没那么想。过了这么久，你应该也感觉到了，首领不是那么好当的。我觉得还可以。既然你那么嘴硬，就让你再当几天感觉。对了，你之前说的那些肉可以保存多久？如果在冬天能保存3个月。3个月，那是多久？反正就是很长时间。穿越远古时代第6天，为了部落卫生，我决定建立厕所。我们在建房的同时还要建立厕所，不然这么跑来跑去的不太方便。厕所是什么？厕所就是方便的地方，等建好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大嘴，你带2个人去河边检查鱼笼，看有没有捉到鱼。已经去过了，收获了不少鱼。不错嘛，大嘴你变聪明了。紧接着，我开始给众人讲解房子的建造，让原始人明白什么是墙，什么是立柱，什么是顶，他们分别用什么材料等等。我们在小溪那边制砖，那边取水方便，那边的泥土也是黄泥，大家拿上工具出发。众人在我的带领下来到一条小河边，随后我开始演示如何制砖。等大家了解制作过程后，便对众人进行分工，留下15人专门制砖，5人挖土搅拌黄泥，其他人去砍伐林木，用木头修建一座凉棚，好加快砖的阴干速度。交代完后，我又找到巫婆。巫婆，周围有其他的部落吗？有，怎么了？我们部落人口太少，想弄点人口来我们部落。
其他部落的人口也不多，你要那么多人干什么？那需要很多食物的。人越多越好，你不明白？每个部落要生存下去都需要食物，你没食物，谁也不愿意加入。所以你要支持我对部落的安排。我现在做的就是要加强我们部落。哎，你怎么说就怎么做吧。到了晚上，我统计了一下他们白天的成果，大约制作了7、8千块砖。今天大家干得不错，砖已经够多，等明天这些砖干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建房子。但是我们还要准备木材和更多的藤条制作绳子，还要更多的茅草。王，不需要砖了吗？需要的，越多越好。不过明天就暂时不用制砖了。王，我们的房子能住下这么多人吗？住不下可以多建2间。第二天，我带着大家来到河边，用空的树干做了一个简易的过滤器，开始教他们如何过滤河水。把沙石和木炭放进树干，可以过滤水中的脏东西，这样才不容易生病。回到营地后，因为一直没有见到巫婆，我便进入了帐篷。你是不是生病了？好像是的，感觉身体很难受。你不要出去，今天什么也不要做，注意保暖。哎，如果有热水就好了，你就不用喝冷水。我这几天内一定要把陶器制作出来。安抚好巫婆后，我回到建立房子的地方，让人用砖垒了一个火塘，准备建立陶窑。为了在冬天到来的时候不会太冷，还计划在屋内建一个壁炉。等再次进入帐篷，发现一枝花和几个部落成员守在那里。他今天什么食物也没有吃，把草药也都吐了出来。那你准备怎么办？白天我去采集辣椒回来，以前巫婆都是用这种辣椒治好我们的。如果有用就多采一些，叫大嘴他们跟你一起。在野外要注意安全。好的。这几天巫婆喝的水是过滤水吗？是的，都是过滤过的。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嗷嚎，把几人吓得一激灵。莫非他们是来复仇的？紧接着，我拿出长矛在围墙外巡视了一圈，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突然脚下开始沙沙作响，下一秒一颗狼就从地下露了出来。我去，因为进不去围墙，这狼居然在地下打洞，这也太狗了吧！随后我回到帐篷，此时巫婆已经比刚才清醒了不少。王，我要是不在了，就让花当巫婆。花那么小，怎么能当巫婆？你难道不听我的话吗？大家先去睡觉吧，这里有我和一枝花就可以了。一枝花，你用树叶卷着水在火边烤热一点，注意不要烧到手。我知道了。一枝花热好水以后，我将水一点一点放进巫婆的嘴里，就这样一连喂了好几次，巫婆的病情才总算稳定下来。穿越远古时代第7天，由于巫婆的病情不见好转，部落成员为她搭建了一张木床。王，一枝花和他们去采集辣椒了，现在还没有回来。你们留在这里，如果巫婆睡醒了，就来砖窑那边找我。另一边，2个女人正在烧制陶罐和陶碗，因为陶窑里面的温度非常高，没过一会便热得满头大汗。可以停火了，等它慢慢冷却下来吧，我们晚上再来看看。王，我们刚才听到里面有响声。没事，可能是陶器碎裂的声音，也有可能是炭火的声音。王，一枝花回来了。原来是野生姜，你们平常都是怎么用的？以前巫婆都是先捣碎，再让我们喝掉里面的汁液。那就按你说的办吧。安排好一枝花后，我又赶到营地外，此时房子已经建得差不多了。记得留出一片空间建造一个壁炉，这样以后在房子里就可以烤食物了，并且能借此取暖，还没有柴草烟味。随后我又回到陶窑，让2个女人按照我的描述烤制了一个陶锅，等冷却下来后直接拿来做饭。王，这是什么？这是陶锅炖肉，里面还加了生姜和野菜，你们要不要尝尝？众人闻到炖肉的味道后，一股脑围了上来，每人拿了一个陶碗盛肉。我借此机会还教会了他们如何使用筷子。这肉的味道简直是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叫筷子的东西不太好用。刚开始都会有点别扭，但是用久了你就知道筷子的好处了。吃完饭后，我回到帐篷，此时巫婆喝了一枝花熬制的姜汤，渐渐的有所好转。这些生姜还多不多？离我们部落远吗？不远，那个地方的辣姜很多。好的，以后我们自己种一部分到地里，想吃的时候就去采摘，不用跑那么远又不安全。咦，这些还可以自己种吗？其实很多植物都可以种植，所以我们要种植这些植物，并且都是有用的，还可以吃。在打猎少的情况下，这些可以吃的植物也不会让大家饿肚子。到了晚上，众人围坐在火堆旁。自从吃了陶锅炖肉之后，大家都对陶器越来越有兴趣。除了陶罐、陶碗和陶锅，我还做了几个杯子和勺子的模型，你们可以照着做。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嚎叫，好像是老虎的声音，怎么办？老虎不会吃了我们吧？听声音，这老虎好像受伤了，我们要不要出去看看？不要紧，我们有幕墙，现在天太黑不安全，守夜的机灵点，多点几堆火，等明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第二天，我带着几名部落成员走出营地，果然发现一只老虎掉在了陷阱里。没想到陷阱不仅用来捉兔子，竟然还能抓老虎，真是太好了！记得一会把虎皮留下，可惜了，如果不是被陷阱扎了几个窟窿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处理完老虎后，我又赶到小溪边。山下有许多条小溪，但唯独这条总是会引来很多动物，难道是因为里面有盐分？为了探究小溪带盐的原因，我带着几名部落成员一路顺着河流，最后走到一处山林外。再往前走就是其他部落的地盘了，要不我们绕过去吧？不，我们应该去拜访他们，问问这个小溪的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友善的人。那我们就说是来交换物品的。我们部落一直生活在这里，很少见外人。你们从远方来，就为了寻找那条流出来很苦的水。既然我们来了，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吗？很快，女首领便带着我们来到一处山洞。那些白色的石头应该就是盐矿了，看来想要得到矿洞，就得先和这个部落搞好关系。请问你们部落的食物还够吃吗？目前是够的，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我以为我们2个部落可以交换一些食物。要说到交换，我们有很多皮毛，你们要吗？有多少？我愿意用食物交换你们的动物毛皮。那就跟我来吧。穿越远古时代第8天，为了和拥有盐矿的部落搞好关系，我用食物和他们交换动物毛皮。这些毛皮我部落都要了，等我回去叫人来搬运。那不是要等很久吗？要不这样吧，你们部落的人拿起这些东西，直接去我的部落，然后再从我部落搬运食物回来，怎么样？可以。对了，我还想带走一些山洞里的盐矿。你说的是山洞顶上那些白色石头吗？你想要的话就带走一些吧。随后我便挑选了一些动物毛皮，然后带着他们和盐矿返回部落。王，你回来了，这些家伙是谁？他们是山那边的部落，是来和我们交换东西的。向巫婆解释过后，我安排部落成员炖了鱼肉，还有一些炒菜招待他们。你们这里的食物真是太好吃了，不知道我们这些毛皮能换多少这样的食物？还有那个烧制食物的东西，可以交换给我们吗？这个你还是问我们部落的王吧。交换食物是可以的，但是有的东西不能交换，就比如说我部落的陶器。好吧，那这个吃东西的叫什么？这是陶碗，还有这是筷子，吃食物用的。你看这汤里面的食物不能用手抓，就需要用筷子把食物夹出来。如果食物太烫，就放在碗里，等食物冷一点后再吃。另外要喝汤，就用汤勺把汤舀入碗中喝。吃食物还这么麻烦，这是谁弄出来的？不过我喜欢，那我用皮毛交换一些碗和筷子怎么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用1口陶锅、1个陶罐和10个陶碗和10双筷子，另加大约30斤肉和他们交换动物皮毛。紧接着我又带着他参观部落的厨房。王，怎么才能得到你厨房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罐子？我看里面的食物是如此之多，我们能交换吗？那就需要更多的皮毛，但是我知道你部落剩下的皮毛并不多。如果想要这些东西的话，除非你的部落加入我的部落。让我再想想吧。交易完成后，女人先让部落的人回去，然后又向我提出一个请求。王，你看我老人家走这么远有点累了，不如我先让我的族人回去，我留下来住一晚怎么样？不是我老太婆占你便宜，确实是我体弱无法行走。我同意你的请求，那你明天再回去吧。太好了，如果待在这里就能再多吃2顿饭，真是占了大便宜了。安排好女人后，我又叫来几个部落成员开始处理盐矿。呸呸呸，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盐，以后我们不用喝动物血补充盐分了。不行，这太难吃了。盐不是这么吃的，只需要放一点到烤肉上，或者煮在汤里面，那味道就好吃多了。随后我便开始教他们如何把熬煮出来的盐晒干储存。有如此多的盐，足够部落使用一段时间了。你有点讨好那个老女人，是不是在打她部落的主意？有这个想法，不加入我们部落也没关系，他们那里有我们需要的盐，我们只要能从他们那儿搞到盐就行。那个叫盐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让食物变得更加有味道？是的，以后我们不需要喝东西了，只需要在食物里加入一点点盐就行。我的年龄大了，巫婆年龄大了就要生娃，否则就没机会了。下一代巫婆是花，你准备好了吗？咦，你看他根本没准备好，还是传给我吧。你不行。你又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不行？根据我最近的表现，我能当部落的主吗？你不是一直都在做主吗？我的意思是以后也是我做主，让我名正言顺地领导大家。经过一晚的深入探讨，最终巫婆决定将部落的领导权转移到我的手上，并且要开办一个交接仪式。大家停一下，今天有重要的事要宣布。第一个重大事情，部落以后的领导权就是谁做主的问题。经过我和巫婆的深入交流决定，部落的领导权力从今日起就由我来担任，巫婆不再管理部落，以后大家有什么事情必须向我报告。我同意王当部落的首领，王本来也是天神，王让大家吃上食物，还有房子住。我也同意。俺也一样。第二个重大事情，关于部落名称的问题，以后部落名称叫夏部落，大家必须要以夏部落自居，以夏部落为傲。随后只见巫婆走上前去，将一块东西递给了我。这是我们部落世代传承的信物，你可要把它收好了。原来竟然是磁铁，以后你们都叫我大王，不要叫我王伟，更不能叫丑石头。以后巫婆会担任部落的医生，你们生病了可以找她。穿越远古时代第9天，举办完交接仪式后，我向巫婆询问磁石的来历。我现在不是巫婆了，以后你们就叫我梅吧，这是我之前的名字。巫婆不，梅，这石头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不是普通的石头，以前的巫婆都叫它玄石。花，这块石头本来是要传给你的，如今王成了首领，我就给他了。你不会恨我吧？不会，这块石头对我没用，但是对丑石头有用。喂，我都说了以后不要叫我丑石头，要叫大王，你这样的话对我不好带啊。大王，你对石头这么感兴趣，是发现什么奇特之处了吗？
也没什么，就是想知道这块石头的来历。这玄石是上一任巫婆传下来的，只传给巫婆。我虽然一直带在身边，但也只是当成装饰，所以我知道的也不多。原来是这样，那看来它就是一个权力的象征罢了。我听说我们部落分化前住在一个大山洞里，那里面全是这样的石头。大家分开后，只有是巫婆身份的才能带着这样的玄石，说是后面的族人可以通过这样的石头相认。好吧，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告诉他什么？难道说我们都是被原来的部落遗弃，才跑来这里的吗？另一边，我离开部落后边走边回想前世的知识，想要找到这个世界的矿产资源。既然有磁石，就说明这个世界存在铁矿，只要找到铁或者铜，那么对下部落的发展就会十分有利。因为荒原很大，为了避免迷路，我朝着一个方向一直向前走，可走了半天也没发现一丝铜铁矿的痕迹。就在我准备返回部落的时候，忽然发现对面有2个陌生女人，此时一只猎豹正在悄悄靠近他们。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们早就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了。没事没事，只不过我很好奇你们是哪个部落的，我怎么没见过你们？我们的部落就在那边。在2个女人的邀请下，我跟着他们去了那个部落。我是下部落的大王，也就是首领。没想到我们2个部落相距不远。我知道这个荒原有很多部落，但是我们很少去和他们联络，因为其中有一个食人部落。食人部落？那他们在哪里？据说在一座大山下，他们在没有食物时就会抓其他部落的人。你看我这个部落人这么少，就是被食人部落抓过，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逃到这里。也就是说，你们才搬来这里不久？是的，而且现在山洞中的火熄灭了，大家都在为生火发愁。此时我扭头看去，只见2个男人正在钻木取火，可是手都磨秃噜皮了，也没见到一丝火星。你们这样生火太难，还是去我的部落取火种吧。这不好吧？你们可以派人跟着到我的部落，然后取火种回来。大王，你先等一下，我要和部落的巫说一些话。首领，那个大王的话我们不能全信，你想过没有？万一他是骗我们的呢？要我们部落派人跟着他走，那不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吗？我们部落没有火种，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我们对那个大王虽然不熟悉，我看他也不像坏人。这样吧，我带2个人一起跟他去，如果路上有危险，我们总对付得了一个小娃娃吧？这还是太危险，万一他带你们到食人部落呢？你说他是食人部落的人？我也不知道，我是觉得不能相信陌生人。可是怎么办？你知道部落里没有火会出现什么状况？上次我们生活有多么艰辛，这次我且相信那个大王。要是他没有骗我们，一切好说；如果骗我们，那他也得不到好处。随后我便带着老头和他部落的2个人一起返回下部落。剧情纯属虚构，屏幕面前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哦。穿越远古时代第10天，因为生不出火，我带着对方首领到我的部落去取火种。大王，你可算回来了，我们和梅都急疯了。把其他人都叫过来吧，这是来自山上部落的首领。大家好，我是山上部落的首领，我叫草根。怪不得在我部落周边很少听到狼叫声，原来被下部落消灭了。荒原这么大，还会有其他狼群的，但只要我们都联合起来，就不用怕野兽什么的。草根，小鱼还好吗？你怎么在这里？怎么？难道你们认识？小鱼就是花的姐姐，在一次部落之间的交易中看上了他们部落的一个人，然后就跟着走了。哎，这也不能怪我们，是鱼丫头非要跟着我们走，后来食人部落来了，她也被抢走了。我就知道鱼不得有好下场，是你们没有保护好她，可怜的小鱼。我们进屋再说吧。随后我便带着他们来到新建好的房子里。大王，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陶罐，用来储存食物的。就在这时，狩猎组的人回来了。大王，这是我们从外面捡来的小狼崽，可惜太小了，还不够我一口吃的。你就知道吃，这小狼我们部落养起来，以后为我们看家护院。说完，我便让人把狼崽先交给一枝花照看。你们先去工作吧，其他人去做饭，一会我们要好好招待客人。下一秒，一个女人端着香喷喷的鱼汤走了出来，瞬间把草根首领馋得直流口水。我们这吃东西是用这个夹着吃的，这个叫筷子，把食物夹到碗里再吃。妈妈的味道。从记事起，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草根首领，欢迎以后常来。一定。吃过饭后，我从火堆里挑出一块红红的木炭，装进树干。回去的路上小心点，不要让木炭熄灭了。我们速度快一点，一定能在天黑之前赶回部落。送走草根首领后，我召集所有人来到帐篷里开会。安静，你们这样太乱了，我都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一个一个来。大王，我们的营地太小了，里面不仅要住人，还养着之前的羊和兔子，现在又多了2只狼崽，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建一些木墙。不错，
以后我们要养更多的动物，这点地方确实不够用，不过要等其他部落的人加入进来再进行建造，而且我们需要更好的工具。我们不是有石斧、石锤、石刀了吗？这些还不够，我们需要的是铁器。总之，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收集足够多的食物，先度过寒冷的冬天再说。另一边，一枝花正在和小狼崽玩耍。你喂他们吃东西了没有？我给他们吃了几条鱼，可是根本不够，他们吃的简直比人还要多。还有一件事，草根和其他的部落以后可能要加入我们。为什么？这对我们有好处吗？这样我们部落的人口就会增大，就能有更多的人来建设部落，还会有更多的勇士，就不用怕那个什么野犬部落了。可是要怎么让他们加入我们？我们可以先找到那些弱小的部落，他们通常缺少食物和毛皮，我们可以把他们收进下部落。你做主就好。大王，我的姐姐还活着吗？放心吧，你姐姐不会有事的。我听说食人部落缺少女人，应该不会嘎掉她的。等我们下部落强大了就去救她。另一边，草根回到部落，开始和众人商量起来。那个下部落我觉得不错，你们说呢？我们觉得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现在就去告诉所有人，我们要准备加入下部落了。首领，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好，为什么还需要我们？他们部落需要变得更强大，就需要更多人，只要人多了，才不会被欺负。而且我听说他们的大王是天神，是从天上来的，还带来了很多新奇的东西。那小鱼的事情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能说鱼被食人部落抓了。他真的是天神吗？我怎么觉得就是一个穿着奇怪衣服的小孩子？还有，到时候你这个首领怎么办？他是不是天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况且当首领有什么好？有那么好吃的食物，谁还在乎首领不首领？与此同时，我在部落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新决定，从现在起，大家要为自己改一个新的名字，不能太随便，名字前面要带一个下字，证明自己是下部落的人。可我们不是有名字吗？为什么还要起名字？原来的名字太简单了，而且以后肯定会有其他部落的人加入进来，这样就会出现许多重复的名字。比如我叫一声大嘴，一定会有10个8个叫大嘴的站出来，那样不好管理。紧接着，我让每个人都想个好记并且不容易重复的名字，大家都为自己有了新名字而感到高兴。大王，这2只小狼到处跑，要不要做个笼子把它们关起来？不用，你们要把小狼当成孩子去教导他们，等过段时间就好了，他们很聪明的。还有一件事，能不能给陶罐做个盖子？不然很多草药容易潮湿。我正准备告诉他们做一些带盖子的陶罐，这样可以隔绝外面的空气。还有那些草药不能随便吃，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可以先拿来让我看看。我知道了。离开营地后，我又回到陶窑，此时2个女人正在里面烧制陶罐。穿越远古时代第11天，把小狼崽交给一枝花照顾后，我教部落的女人们如何制作带盖子的陶罐。你们制作出那么多的陶罐，上面的开口是不是在制作一个盖子？这样能防止储存的物品潮湿。是这样吗？不错，但是还差点意思。这样更方便拿取。王，你真聪明。你们多烧制一些带盖子的陶罐，以后有用。安排完2个女人后，我刚走到幕墙，就发现营地外来了一大片人。大王，我们是来加入下部落的。没想到你们居然这么快，我还以为要等一段时间呢。不过欢迎你们加入下部落，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对对对，一家人。太好了，终于不用再被欺负了。呜呜呜！哭什么？我们是来跟大王过好日子的。不错，以后大家共同努力，使我们下部落更加强大，让别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为了欢迎草根众人的加入，我让部落成员安排了一场丰盛的午餐。我们部落的巫什么都好，就是做事犹豫不决。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安排巫？我也不知道，还是大王做主吧。大王，以后每天都能吃到这样的食物吗？以后虽然没有这么丰富，但可以保证1天3顿饭，绝不会让大家饿着肚子。吃过饭后，我单独把草根部落的巫拉来谈话。你之前是草根部落的巫，来到下部落以后有什么想法吗？我对大王的幕墙有点看法。哦，说来听听。恕我直言，你这幕墙防止野兽还行，可对人却没用。说得不错，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不知道。看来这个巫还蛮聪明的，只可惜他生于原始时代，这让他的眼光有了局限性。不过至少是个可用之人。你能想到这点已经很好了。关于部落建设的事，我们还要慢慢来，毕竟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和巫谈完话后，我又教那些新加入的成员学做陷阱，还有用鱼笼捕鱼，使他们了解常用工具，更快融入到部落的工作当中去。大王真是太厉害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新奇玩意。那有什么？大王不仅聪明，还非常勇猛。上次遭遇狼群袭击，要不是大王第一个带头冲出去击败狼群，这种事我们想都不敢想。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以前我们只吃肉就可以了，现在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的菜？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你们身体缺少某样东西。大王，我们身体缺少什么？我们得了什么病吗？你们这种病叫夜盲症，是你们体内缺乏维生素 A， 所以一到晚上就看不清。不过没关系，只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菜水果，或者喝鱼汤，食用动物肝脏，用不了多久大家晚上就能看清楚。大王，那么如果我们多喝鱼汤，会不会好得更快？
鱼汤喝太多也不能加快恢复速度，因为你们的身体可能消化不了，凡事都讲究循序渐进。可是大王，我们本来晚上就看不清楚，这并不影响生活。你们想想，如果大家在晚上看不清东西，岂不是都是瞎子？如果有敌人来犯，你们怎么办？看不清敌人，怎么和他们战斗？是啊，这可怎么办？所以晚上能看清是不是很重要？请大王放心，我们一定把眼睛练好。俺也一样。第二天一大早，草根就匆忙地找到我。大王，今天有什么安排吗？草根长老，不要着急，待会我会宣布的。长老是什么？这就是我要宣布的事情。以后你在下部落任职为长老，主要负责部落的日常生产。安排好草根后，我又把梅荷花叫进屋内。大王，你在做什么？这叫洗脸。以后你们都要这样，保持个人卫生，才不容易生病。洗脸要怎么做？你们可以学着我的方法，不要在脸上胡乱的搓洗，要顺着一个方向去洗，记住了吗？记住了。教会花和梅怎么洗脸后，我又带着他们2个人来到部落成员面前。大家发现我们3个今天有什么变化了吗？大王，我发现你们3个变好看了。不错，因为我们今天讲卫生了，以后我们不仅要洗手洗脸，还要经常洗澡。就比如说大家以前都住在山洞里，山洞里潮湿，潮湿容易滋生细菌，最后导致我们身上会出现各种症状。那是什么症状？我相信大家身上经常很痒，对不对？但是你们已经却当成了习惯。大王，正是这样，难道跟我们不讲卫生有关吗？不错，除了身上痒，你们的头上还会出现叫虱子的小生物。原来如此，那么怎么防止我们的头上长虱子？我说这么多，就是要大家平时要注意，讲卫生，爱整洁。今天还有第2个重大事情要宣布，就是新加入我们部落的新成员赐姓为草。为什么我们姓夏，而新成员要姓草呢？我把大家的姓分开，是为了部落着想，因为同一个氏族的2个人生出的孩子可能会出现残疾。第3件事，草根将担任我们下部落的长老，主要负责下部落里后勤保障。感谢大王的看重，我将完完全全为下部落做出贡献，为大王做出贡献。另外就是以后大家的孩子要随父姓。我知道，这叫父为子纲，夫为父纲。你是说父为子纲，夫为父纲？大王，这句其实不完整，但我不知道后面的是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3纲，还有5常，你们还知道3从4德吗？大王真是神人，我们就只知道父为子纲，夫为父纲。你们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大王听说过黄河部落吗？说很久以前，黄河部落出了一个智者，他为黄河部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把黄河部落建立得很强大。但是这个人后来不知道怎么死了，之后黄河部落也逐渐灭亡。这句话就是那个智者说的。后来呢？据说是黄河发大水，他们那儿被淹，也死了很多人，然后部落就衰败了。大王，我来的时候就想说，我们下部落选择在这里建部落很不安全，你看那边的大河离部落太近，很危险的。放心吧，有我在，就算发大水也不会有事的。穿越远古时代第12天，因为工作环境卫生问题，部落许多成员出现皮肤病的症状。王，采集组的许多人都说皮肤痒，还有其他成员也有这种问题。你听说过皂角吗？就是可以用来洗衣服洗头的植物，你让人去采集一些回来。皂角长什么样子？见到梅一脸懵，我便向他描述皂角的形状。我明白了，这不就是乌溪吗？原来你们这里叫做乌溪，反正只要采集回来，再涂抹到身上，应该就能解决皮肤痒的问题了。解决了皮肤痒的问题后，我又走到厨房，此时2个女人正在里面洗刷陶碗。大王，陶碗上有油，刷了很多遍都洗不干净。你们先用热水洗，然后再弄一些草木灰去洗，最后用水将草木灰清洗干净，这样陶碗就不会有油了。草木灰真的可以洗碗吗？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说完，2个女人便按照我的方法去弄了一些草木灰，果然发现油污被洗得干干净净。大王，山上部落的人来了。大王，你看这些岩石还满意吗？我们带来不少呢。确实不少，但是颜色看着有些暗，品质不够好。你们应该选择那种纯白色或者接近纯白色的盐矿石。原来是这样，我们这次来就是想用盐矿石交换食物的。自从吃过下部落的食物后，我们就再也不想碰之前的那些东西了。不行不行，交换食物的话盐矿石太少了，我会吃亏的。这样吧，你们把这些盐矿石给我，我为你们免费提供1顿午餐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可以去吃吗？现在还不到吃饭时间，不过厨房还有些剩余的食物。随后我命人将食物拿出来，山上部落的成员一个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你们吃完以后不能闲着，我这里正好缺人手，如果你们帮我干活，干完活后我再分你们一些食物带回去，你们觉得呢？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让他们去帮大王干活。其他人去干活后，我将女人带到部落的帐篷里休息。你今天来下部落，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了吗？我感觉你们的人好像变多了，看到好几个人都是之前草根部落的。不错，现在他们已经全部加入到我的部落了。我想问问你，在这草原上，你还知道其他部落吗？在我部落不远处，大约要走2个下部落这么远，要翻过一座山，
那里有很多部落，然后就是在下部落的附近也有一个部落，不过他们只有5个人。在下部落的周围还有部落，那他们在哪里？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你之所以没有发现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树上建立了一个小洞穴，住得比较隐蔽，而且他们全是女人，似乎是被其他部落赶出来的。既然这样，那有时间了你就带我去看看，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呢？我们部落的人都叫我容嬷嬷。我去，这名字取得好，为什么要这么叫你呢？因为我用兽皮制作了一件带绒毛的皮衣，穿在身上也不冷，于是被部落的人叫成了容嬷嬷。后来只有下雪的时候我才会穿上。和容嬷嬷聊完后，我又找到营地外的草根，此时他正带着几个人在河边挖渠。大王，水渠就快要建好了，我们下一步做什么？那我们就开始圈地，画出我们的城墙的位置。告诉你，我们建立的不是薄薄一层的围墙，而是比围墙更好的、具有很好防御能力的城墙。城墙？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你们拿着绳子和草木灰，先测量要建造城墙的位置，然后再挖地基。安排好大家的工作后，不知不觉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怎么样，在下部落工作的还习惯吗？有什么不习惯的？只是大王，我能不能带着我们部落的人都来这里干活？你只要给我们提供食物就行了。当然可以，非常欢迎。我看那个容嬷嬷还挺高兴，是我们吃亏了吗？怎么会呢？他们愿意干活，而我们只要提供食物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其实是占便宜了。容嬷嬷回来后，我叫上几名部落成员，打算去树屋部落一探究竟。你们是谁？我警告你们不要过来，我很厉害的。嗷呜！你们听，他在吓唬我们，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什么？说明他表现得越凶狠，就越害怕我们。小姑娘，你让我们上去看看，不说话就是默认了。你们当中有坏人，就是那个穿奇怪衣服的和他后面的女人。居然敢说大王是坏人，我要上去教训他。这样吧，我们只上来一个，就让他上来，你看行吗？没上去后，小女孩才缓缓探出脑袋。通过一番交流，我们才得知，原来她是因为来了那个才被部落的人丢在树上。在我们部落，女人如果流出红色是不吉利的，所以要住在树上，只有好了才能下来。看着小女孩难受的样子，我连忙让人回部落取了一碗热水。没事，你只要多喝热水，注意休息，不要过多劳累，很快就会好的。那你们部落的人都在哪里？他们都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洞里，后来有人进入山洞，还抢走了所有食物，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如果我们部落愿意收留你，不仅吃穿不愁，还有许多族人保护你，你愿意加入吗？你真的不是坏人？你看我像坏人吗？真的有食物吃吗？放心吧，我们部落一天8顿饭，保管你饿不着。好，那我跟你们走。穿越远古时代第13天，小女孩彻底卸下对我们的防备后，才主动从树上下来。放心吧，在下部落不会有人欺负你的。谢谢，你人还怪好嘞。没，你就留在这里照看她吧，我和容嬷嬷他们去一趟山上部落。没问题。我前脚刚走，树后就冲出几个女人，一把将梅抓了起来。你们要做什么？放开她，我是巫，你们要听我的。梅姐姐，他们是我的族人，可能是把你当作坏人了。巫，这娘们看着不像好人。这位姐姐来自下部落，离我们这儿也不远，让我们加入他们部落，并且保证大家有食物吃。可是我们还有许多族人都被抓走了，如果让下部落的首领帮我们把族人接回来，他会答应吗？放心吧，大王一定会答应的。另一边，我带着几人来到了山上部落，准备让他们一起加入下部落。出什么事了？那边来了很多人。哦，容嬷嬷，你认识他们吗？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大王，我们现在怎么办？先撤退，别收拾东西了，所有人先离开这里。大王，我的绒毛皮衣还在里面，我不能丢下我的皮衣。大嘴，你快把他拉回来，为了一件皮衣丢了性命不值当。放开我，我要我的皮衣。他们人呢？应该是发现我们了，现在去追还来得及。首领，前面有个部落还建了一座奇怪的房子，里面有很多的人，尤其是女人。不错不错，我们现在就过去。就在这时，四周突然飞出许多石子，随后我带着人从树林中走了出来。快放下武器，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紧接着，我命令大嘴他们将这些人捆绑起来，一起带回部落。大王，不要嘎我，都是我们首领，是他说要来抢占你们部落的。对，不关我们的事啊！你们……大王，这些人要害我们，应该怎么处置？那大家说说要怎么处置他们？大王，我建议嘎了他们。我也是，这些人太坏了，应该嘎了他们。大王，我想吃。都静一静，大家听我说，这些人固然坏，可最该嘎的是他们的首领。如果不是首领指挥，他们也不会作恶。大王说的对，他们的首领最该嘎，所以现在要怎么处置他们？我们部落不是正在修建城墙吗？这些人做我们部落的俘虏，
俘虏可以给我们干活，来抵消他们的恶。如果有不认真干活的，我们再处置他们。大王的这个主意好，我非常赞成。我们也赞成。随后我便开始安排他们的工作。容嬷嬷，目前你部落的6个男人正在看守着那些俘虏，正好由你领头来监管他们。他们既然是夏部落的俘虏，如果没做错事情，就不要太严厉；但俘虏不听安排，对他们也就不要客气，让他们既要觉得夏部落的好，让他们以后离不开夏部落，还要让他们害怕夏部落，让他们不敢违背夏部落的规矩。梅，你知道大王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吗？我怎么听不懂呢？大王有大王的想法，你有不知道的地方再问他就是了。好吧，好吧。就在这时，草根走了过来。大王，我以前见过这个部落，专门去别的山洞抢夺资源，但我们这次只抓到了10几个人，而外面还有他们的人，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隐患。那怎么办？大王，你可要想个法子。放心吧，有大王在，他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们要派人掌握他们的行动，然后在那片树林设置陷阱。另外，对方如果知道我们部落人多，他们肯定会有所顾虑，不敢轻易动手。那要怎么让部落的人变多呢？刚才我观察天色，离黑夜也快近了，我们要做一些虚虚实实的布置。紧接着我安排他们去收集许多野草，然后再扎成1人高的草人，等那群人来的时候，就把草人摆放在部落大门内外。大王，陷阱已经设置好了，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穿越远古时代第14天，为了防止敌人偷袭，我命人将稻草人布置在部落营地附近。大王，这些稻草人真不错，离远了看几乎和真人一样。虽然有了稻草人，但还是要加强防备，最好能在下雪之前把城墙建好。就在这时，梅带着新加入的小女孩回到部落。欢迎加入夏部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苏小小，在我们部落，如果女人出现红色，就会被赶出去。你们会赶我走吗？放心吧，不会赶你走的。为了照顾来大姨妈的苏小小，我让梅带她进了屋子。她是不是生病了？身上怎么那么凉？也许因为住在那个树屋里，她身子受到了寒气。这样吧，你去弄点热水，给她泡泡脚。泡脚有什么用？热水泡脚可以使她身体的血液流动起来，就会感到发热。也可以弄个热水袋放在她肚子上。随后梅和花出门去烧热水，我却在想着怎么做热水袋。热水袋没法弄，明天要做一种新陶器来替代热水袋。谢谢大王。以后这里也是你的家，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你不用多想。有了苏小小的加入之后，我发现部落的许多女人都因为害怕被赶出去，从来不敢谈论这种事情。为了打破陋习，我决定向她们普及大姨妈的知识。你们女人这方面的问题比较隐私，我也不好插手。现在部落里女人很多，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又不一样，她们也是很好的探讨对象。此话一出，几个女人瞬间变得面红耳赤。你这人真是的，这些话都敢乱说，说出去丢死人。你说既然是隐私，怎么还找其他女人探讨？她们能说吗？你们都是女人，好交流，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们虽然是女人，可也不是清楚，这是需要时间的。和他们一番探讨过后，我刚走出营地外，容嬷嬷就找到了我。大王，我想回我的部落看一下，就是回去看一下。嬷嬷，你回去也行，我不好拦着你回自己的部落，但是现在外面比较危险，而你又年老体衰，所以我准备等狩猎组的人回来跟你一起去，你看怎么样？一切都听大王的。安排好容嬷嬷后，我又召集了部落中的俘虏过来谈话。你们知道其他部落是怎么处置俘虏的吗？我知道，最开始为了防止俘虏逃跑，直接把腿嘎断，然后还要嘎掉一只眼睛和耳朵，再用烧红的木炭往额头上烫一个印记。听到这话，俘虏们的脸上不约而同露出恐惧的神情，有的甚至被吓得当场挂掉。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原来不是部落的人，有的人也是被部落强迫做一些坏事，我说的对不对？首领，我就是被根部落抢去的。我原来的部落被根部落打败，我们被根部落抓去当了俘虏，那是根部落强迫我们做的。但你们还是有罪恶，知道自己有罪恶就要改正。改正方法就是为我夏部落干活，成为夏部落的奴隶。大王，我愿意成为夏部落的奴隶，只要不嘎我，让我做什么都行。俺也一样。随后我将这些俘虏交给草根，让他们加入到建设城墙的工作。紧接着又把大嘴叫了过来。就在刚才容嬷嬷找到我，她说要回他们的部落，幸好被我拦住了。我想让你们去山上部落一趟，看看那里有没有问题。这个容嬷嬷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就一个破山洞有什么好担心的？不是我瞧不起他们，他们那个山洞除了那些毛制作的衣服，其他的我一样看不上。容嬷嬷想回去，应该是另外有原因，可能跟那些俘虏有关。大王不处置那些俘虏，还让他们与夏部落的人同吃同住，容嬷嬷可能觉得留下来还不如回他自己的部落。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我看到我们的人都被绑了起来，那个部落附近还有许多守卫，还有那些人叫他们的首领天神。你肯定听错了，怎么可能有人敢自称天神？看到这里的陶器了吗？肯定是那个部落的东西，他们一定是逃回那个部落了。那我们该怎么办？你回去就和首领说，是那个部落先来惹的我们，后面的你知道怎么办吧。与此同时，我正命人将食物摆放在屋外，并把奴隶们叫了出来。
看到这些食物了吗？我下部落用真心对你们，就看你们以后怎么对下部落了。我希望你们用劳动来洗刷你们曾经的罪恶，重新做一个好人。大王，这些食物是给我们的吗？我一定不会让下部落失望的。俺也一样。大王，我们对这些俘虏是不是太好了？说实话，我在下部落待了这么久，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伙食。我们需要消除他们心中的戒备和恐惧，慢慢接受下部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安心为我们工作。就在这时，突然有2个奴隶冲到我面前，二话不说，直接跪倒在地。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想想之前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大王，不，天神，以后我们就是你的人了。好的，你们先冷静冷静，以后这样的食物还多着呢。打发走2个奴隶后，我走到陶窑检查女人们的工作进展。不错不错，做的时候最好能让盖子和陶罐融为一体，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保温效果。大王，大事不好了！你能不能小声一点？这下部落所有人都该知道出事了。大王，你不是让我到容嬷嬷的部落查看情况吗？我们一去就看到了山洞外碎了一地的陶器，那些陶器全部被砸了。什么？不行，我要回去看看。我还没说完呢，那个山洞口塌了，人进不去了。大嘴说明了山上部落的情况后，容嬷嬷立马就晕了过去，而我则看向那些奴隶，他们刚刚被收服的心似乎又开始躁动。刚才我们的话，想必这些奴隶也听到了，他们会怀疑这是外面那帮人干的，有些甚至已经动了逃跑的念头，必须想个办法安抚他们才行。穿越远古时代第15天，狩猎组捕获到一只奇怪的公羊，不仅体型高大，还有着一身浓密的羊毛。大王，这只羊在追捕的过程中受伤了，我们才趁机捡了大便宜。大王，这么大只羊足够我们吃好几天了。你们就知道吃，这羊除了体型大以外，最主要的还是身上的羊毛，有了羊毛冬天就不怕冷了。大王，你如果想要羊毛的话，可以去山对面看看，我们在那边发现了很多这种羊。哦，那我们现在就出发。紧接着，大嘴他们便领着我跨过大山，最后来到一处小水潭边。就是这里，这个水潭每天都有许多动物过来喝水，我们就是在这里发现羊群的。这里三面环山，树林也不是很茂密，怪不得动物们都喜欢来这里。还有一件事，我们发现这个水潭总是冒出奇怪的泡泡，还有许多白气。听到这话，我立马摸了摸里面的水，下一秒就露出惊奇的神色。没想到这里居然是一处天然温泉，这可真是太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建一座房子，这样洗澡就会更方便。想好对温泉的规划后，我便和大嘴他们一起返回部落。大王，我部落的山洞塌了，我的部落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容嬷嬷，你的部落怎么会没有呢？你部落的人不都是好好的吗？塌了就塌了，下部落一样是你的家。对，如果不是大王让你们留在下部落，恐怕你和你的族人就要被埋在山洞里了，这不是很幸运吗？听到这话的容嬷嬷恍然大悟，立马破涕为笑，真是多亏了大王带来的好运。另一边，我安排他们开始了新城的建设。草根在制砖的过程中意外发现，添加了草木灰和干草的砖更加结实耐用。大王，你看，昨天下雨的时候，把一些草木灰混进了制砖的黄泥里面，没想到用这种黄泥制出的砖，居然比石头还硬。虽然这种砖没有后世的火砖好，但现在没有水泥，能做出这种质量的砖已经很不错了。随后，我便安排几名成员去林中伐木，再用砖头建立一个火场，这样可以快速烘干砖块。大王，你之前说过的水瓶和暖手炉我们做出来了。这不行，密封性不够好，容易漏水。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个先放在一边，我们看看暖手炉怎么样。只见我接过暖手炉，里面是一颗正在燃烧的木炭，把炉盖盖上后，整个炉子就散发出红红的光。大王，这个暖手炉真是神奇，以后拿着这个，冬天再也不怕冷了。虽然这东西做出来了，但是还要改进，不够精致，要提高工艺。大王说的是，只是怎么提高工艺呢？可惜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材料，现在烧制的陶器主要是黄泥，你们应该多测试一些其他陶泥，还要注意温度，烧陶的温度也很重要。众人走后，我又拿着暖手炉找到苏小小，你不是手冷吗？就可以抱着它取暖。可是抱着它好奇怪。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先试试，里面没有木炭了，你自己加上。谢谢大王。到了晚上，我带着部落成员在营地搞了一次篝火晚会，除了吃好吃的食物，还有不少娱乐活动。草根，今天你带着奴隶们值夜，顺便教他们如何打磨工具。你让奴隶他们晚上也值夜，你不怕吗？万一他们起了坏心怎么办？不用怕，我们值夜分3个班，每班5人，其中3个下部落人带着2个奴隶，这2个奴隶都是比较听话的，并且表现良好的。第二天，我看到大嘴正在和2名奴隶说话，便走上前去询问值夜的情况。昨夜值班的奴隶没问题吧？他们都很听话，我还给他们取了名字呢。哦，取的什么名字？夏1、夏2，快向大王问好。大王好。草根，你们那2组呢？他们也很好，只是我不会给他们取名字。你不会取也没关系，只要他们真心对下部落好就行。记得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随时都会有其他部落的人来我们这里。大王，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有外部落的人来了怎么办？尤其是那个食人部落。食人部落很强吗？他们都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
但他们肯定比我们人多，用的也是石器。那就不用怕，因为以后我们部落会有更强大和先进的武器，这些在其他部落绝对不会有。我们目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建城墙，把城墙建好了，才能保障大家的安全。你看那个部落，昨天晚上就是那里在冒烟。他们居然在玩泥巴，你看他们把泥土弄成一样的形状，他们一定觉得这么做很好玩。我们要不要回去报告首领？大王说的果然没错，真的有外部落的人在附近。你们是什么人？从哪来的？我们是那边的部落，我们发现有黑烟从这儿冒出，就寻找到了这儿。要不我们还是把他俩交给大王吧。你们两个跟我们走，如果敢逃跑的话，哼哼。很快大嘴便带着他们回到营地。站好，这是我们部落的大王，就是首领。说说你们是哪个部落的人，有多少人？首领，我们部落没有名字。我们部落有这么多人，我们看到这边有黑烟，天黑不敢来查看，白天就来了。那你们都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你们在玩泥巴。这样吧，带着他们去帮我们建城墙，让他俩看看我们在做什么，满足他们的好奇，回去也好有个交代。大王，这样不好吧？我们做的光明正大，有什么好隐瞒的？安排好这两个人后，我又回到帐篷，看见梅和花正在干活。你们的头发太碍事了，可以梳理一下。怎么梳理？你知道马尾吗？就是把头发弄成像马的尾巴那样，我来教你。穿越远古时代第16天，得知两个外部落的人没有恶意后，我用好吃的食物招待他们。这些食物要怎么吃？你们先看我们怎么吃，你们慢慢学。几分钟后，两人也拿起筷子，学着我们的样子吃了起来。谢谢大王的款待，你们的食物真是太美味了。我们下部落是友善的部落，欢迎你们部落来我们部落做客。如果你们有想要交换的物品，也可以找我们交换。什么都可以交换吗？动物皮毛和食物都能交换。如果你们有下部落没有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交换。另外，为表达下部落的友善之心，我送你们一样东西。你们知道下部落的食物为什么那么美味吗？全是因为在食物中放入了这个。大王，你要把这个能将食物变美味的东西送给我们吗？真是太感谢了。把他们送走后，大嘴又带着2名奴隶走了过来。大王，他们都说不愿意做奴隶了，想要加入下部落，成为下部落的人。很好，既然你们愿意加入下部落，那么你们就是下部落的人，下部落就是你们的家。大王，那你为我们取名字吧，我们都要姓夏。为他们取完名字后，一名部落成员找到了我。大王对这群人放心吗？不能说完全信任，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去考验他们，这种事情不急于一时。大王，我还有件事情要和你说。什么事情？大王，你猜猜。你来大姨妈了？大王别开玩笑了，是我们今天去营地边狩猎，逮到几只野鸡，还发现了一窝小鸡。那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办吗？知道，把它们养起来。另一边，2名小个子带着我送给他们的盐返回部落。既然那个叫夏部落的首领说欢迎我们部落去交换物品，那我们就去交换。那我们要交换什么？当然是能把食物变美味的东西。首领，那个大王说这东西叫盐，那我们就换他们的盐，还有他们煮食物的东西。与此同时，大嘴带着我来到部落饲养动物的地方。以后收获猎物后，最先吃掉食肉动物，因为它们不好饲养，而那些食草动物就是我们顺利过冬的保障。大王说的是。随后我回到帐篷，又为部落未来的发展担忧起来。你说的那个东西真的这么重要吗？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用陶锅够好了吧？但是陶锅容易损坏，如果用铁制作，那就不一样了。另外，铁能制作其他更多耐用的工具，可以用于生产和制作兵器。我们听不懂你说的这些。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见过那些东西。交代完部落的事情后，我带着大嘴和几名部落成员开始寻找铁矿石。到了晚上，我们原地升起一堆火，防止野兽袭击。大嘴，我发现你好像长得壮实了，比以前胖了。这还得感谢大王，自从有了大王，我们有食物吃，还能吃饱。对，以前咱们部落太穷，自从有了大王，一切都变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你们的功劳。你们能信任我，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不好，狼群来了！大王，快躲起来！听到狼嚎声的瞬间，我们全都戒备起来。然而随着黑影变大，最先看到的不是狼群，而是一行人在前面拼命的跑，后面的4只狼在后面死命的追。大王，他们过来了。夏风，你标枪最准，你来一枪。长老，我们跑不动了，要累死了。你们是什么人？我叫秦焕，我们是行部落的人，正在被野狼部落追捕，那群狼就是他们养的。我们本来是在各个部落间交换物品的商人，可野狼部落不仅抢占了我们的货物，还打伤了我们的人。快看，他们来了！是你们杀死了我们的狼。狼敢伤人，我们也没办法，不得不杀。好呀，你们麻烦了，居然敢打死野狼部落的图腾狼，你们等着，等我们的首领来了，有你们好受的。还图腾狼，野狗差不多。你找嘎！
我没工夫与你们在这里废话，我们走。邢部落见他们离开，便也跟着一起走。路上我发现他们背着很多石头，经过一番询问得知，原来这竟是我苦苦寻找的铁矿石。这是很特殊的石头，很坚硬，可以做武器，从野猪谷挖来的。他们就是为这个来追捕你们的吧？大王，那个野狼部落的人还在后面跟着，我们怎么办？没事，跟我走，把他们引到营地附近的陷阱里。紧接着我们一路小跑，很快便回到了营地。而野狼部落的人因为不了解情况，误入捕猎陷阱，吃尽了苦头。你是邢部落的长老，我叫你邢焕长老吧。你觉得我们下部落的食物怎么样？还合口味吧？这是我吃过最好的食物，下部落的食物中没有苦味，也没有泥沙，是非常干净的食物。就在这时，邢焕突然拿出一件武器，这把刀有多锋利？只见邢焕取出一张牛皮，用刀在上面一划，牛皮变成了2半。这东西真是神奇，要是我们也有这样的武器就好了。不愧是铁器，和石器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既然大王喜欢，我送给大王。这怎么好意思？这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不能收。可是大王，这样吧，这好宝贝我不要，我要一半你们带来的那些石头，怎么样？当然可以，大王的品行让我感到敬佩。交换完铁矿石后，我又询问起他们部落的事情。穿越远古时代第17天，我用部落的食物招待邢焕等人，却无意中得到了大部落的消息。我们在被野狼部落追捕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受伤了，然后就留在了一个黑石部落。这样看来，应该暂时不用担心了。大王，你不知道，那个黑石部落也经常遭受野狼部落的欺负，我怕万一他们扛不住威胁，那我们的那些族人就危险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带人去救他们？我们邢部落的人大多数都是在外面交易，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将他们叫回来。那个黑石部落曾经也是大部落，只不过后来分化了，每个小部落都留有一块磁石，用作以后相认。哦，难道黑石部落就是没说过的那个大部落？想到这里，我又向他们问清楚了去到黑石部落的路线。那个黑石部落与我们同族，他们现在似乎很困难，我们要帮助他们吗？目前我们没那个实力，且黑石部落距离我们还有点远，中间还要路过野狼部落。可是，放心吧，我会找他们的，但不是现在。安抚好梅后，我让草根把铁矿石放到库房保存起来，又开始制作炼铁炉。大王，刚才邢焕的那把刀那么锋利，你为什么不要呢？那把刀已经有裂痕了，用不了几次。而这些铁矿石可以制作更好的工具，到时候我送你一把更好的刀。真的吗？我读书少，大王不要骗我。当然是真的。对了，你去把鱼泡拿来，我教你怎么制作胶水。紧接着，大嘴从仓库拿出一些鱼泡，我让他先把鱼泡晒干，然后放进水中煮20分钟，再用木棍捣碎。大王，我们在树林里采集藤条的时候，发现一个脚印，好像是熊的掌印。那就让大嘴和你们一起去看看，如果真的有熊就回来，不要轻举妄动。只见几人跟着掌印一路小跑，来到一处小河边。脚印没有了，这只熊一定是跳进河里了。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快看，这里有人的脚印。哦，这脚印这么小，一定是女人的，旁边还有血，可能是受伤了。随后几人跟着脚印一路向前，果然发现一个女人倒在地上。会不会是熊干的？她还活着。不要碰她，她受的好像是内伤。可是我们该怎么办？大王说过，如果有人骨头受伤，在没有固定的情况下，不能随便移动。大王一定有解决办法。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问问大王？大王每天说那么多话，我怎么记得住？我想起来了，大王说人不能动的情况下，要做一个担架。哦。随后几人找到2节断木，然后用藤条绑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担架。只见他们将女人抬上担架，然后开始返回下部落。另一边，众人已经按照我的要求做好了炼铁炉，现在只要再做一个风箱，差不多就可以开始炼铁了。大王，有外部落的人来了。大王，没想到你这么老，你真是太棒了。我可不是下部落的大王，我们的大王在后面呢。我们的大王来了。大王，没想到你这么小，你真是太棒了。我们今天过来是想要和下部落交换物品的。我们主要是想要换你们部落的陶器和盐，用他们制作出来的食物实在是太美味了。当然可以。另外，我希望你们可以把下部落的东西带到外面，和山里其他部落去交易，由我们提供陶器和盐。那真是太好了，我们会考虑的。随后我便安排部落准备了丰盛的食物进行招待，将他们送走后，草根找到了我。大王，你知道荒野里流传着山鬼的说法吗？我听部落里的人说过，只是不知是真是假。其实山鬼说的也是人。是像部落里那样的人吗？差不多吧，在大荒野的边缘还有一些小山外的部落，由于他们和其他部落的语言不通，也不去跟别的部落交流，就被称为山鬼或者野人。原来如此，草根长老，我们目前需要加紧建城墙了，住在木围墙里让我觉得不安全。大王放心，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就在这时，大嘴等人抬着一个女人回到部落。大王，我们在路上遇到的，就把她带回部落来了。先抬进去吧。随后我也跟着进了帐篷。她伤得这么重，还能救过来吗？现在是原始社会，没有需要的设备，你们先用东西给她止血吧。就在大家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里面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大王他醒了，但是非常虚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伤得有点重，但是起码保住性命了。不知不觉到了晚上，我让人从部落里拿出一只鸡，然后做成了美味的鸡汤。大嘴，你碗里的东西怎么有点奇怪？我知道那是屁股。大王，你不会也想吃吧？不，我可不喜欢吃这个。那草根长老呢？我也不要吃这个。你们都不吃，那就全都归我了。我想吃。话音刚落，大嘴已经将碗里的食物一扫而光。穿越远古时代第18天，大嘴和夏风在树林中发现了一只小熊，可还没等几人过去，小熊便警觉地逃走。大王，就是这里，刚刚有一只小熊，它一见到我们就消失了。这里食物并不充足，熊怎么会来到这里？莫非它只是从这里路过？就在这时，一只蜜蜂突然从面前飞过，我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附近有蜂窝，熊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想吃蜂蜜。我知道，熊最喜欢吃蜂蜜了。蜂蜜是什么？是蜜蜂拉出来的吗？不是拉出来的，是吐出来的。真神奇。夏大嘴就像个好奇宝宝，只是这个宝宝长得有点粗犷。随后我又看向前面一棵树，光秃秃的树顶上果然有一个蜂窝。你们要注意，伐木的时候不要动这棵树，我们来年把这蜂窝端了，然后我们把它们养起来，到时下部落就可以吃自己养殖的蜂蜜了。这棵已经没有叶子了，树干也变得干枯，可能已经死亡了。树也有生命吗？那当然，万物都有灵性的。紧接着我便给大嘴讲了一个伐木人砍树被树砸倒后狐仙赶来报恩的故事。大王，狐仙是什么？我们先回部落吧，以后再给你们讲狐仙的故事。回到部落后，我找到几名部落成员，你们去树林里找一些质地坚硬且柔韧性比较好的木材，剩下的继续炼铁，争取早日做出铁器。大王，铁器有什么用？我们现在用石头不是挺好的吗？铁器比石器更加坚硬，用铁制作出来的工具能加快咱们的工作效率。安排完他们的工作，我又找到梅荷花教他们制作消毒水。部落里面好多人的手上都磨出了血泡，他们现在别说工作，连吃饭都要忍着疼。没事，你们先用消过毒的骨针把血泡挑破，再用盐水清洗防止感染，只不过要忍着一点痛。说完，梅荷花便按照我的要求帮他们处理伤口，紧接着又将草药涂抹在手上。这些装药的药罐有点多，最好专门保存起来，不要和装食物的罐子搞混了。到了晚上吃饭，我刚刚走出营地，就发现众人一脸奇怪地看着我。大王，听大嘴说你今天给他讲了个故事，我们也要听故事。大王，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叫草壳子的家伙说的。不是我，就是大嘴说的。大家先吃饭，吃完饭到外面集合，我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众人一听立马变得兴奋起来，屁颠屁颠地跑去吃饭。吃过饭后，所有人站在营地中央听我讲故事。传说在最古老、最原始的时候，世界像个巨大的鸡蛋，天地不分，一片混沌。有一个叫盘古的巨人开始孕育成长。第二天，众人早早起来，又开始了工作，而大嘴则带领着狩猎组去检查部落周围的陷阱。快看，那边有熊！大家别紧张，熊而已，我们一起上。如果不行，就把大王叫来。大王说过要保护好蜂窝，等大王来了，熊早就把蜂窝摘下来了。夏风，用你的标枪，不能让他把蜂窝摘下来。所有人向大灰熊瞄准投标枪。你们几个回去向大王报告，其他人跟我去追。几人追到小河边，只见小熊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而大熊早已没了踪影。紧接着几人将小熊绑了起来，然后接着向大熊的方向追去。你们是什么人？看到这只小熊了吗？我们一路跟踪过来，洞里面的那只大灰熊也是我们打伤的。这我们不管，是我们先发现它进入洞穴，它就是我们的。不如这样，我们一起抓到它，然后平分。这是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要平分？要我们放弃也行，你们把那只小熊给我们。用小熊换大熊很划算，那我们跟你交换。另一边，被大嘴救回的女人已经清醒过来。梅，你认识他吗？他的部落以前挨着我部落。你是巫婆，你怎么在这里？这是我的部落，现在叫夏部落。是你们救的我吗？是部落中一个叫大嘴的救了你。得知自己处境安全后，女人便开始向众人诉说起自己的遭遇。